只要有了密码，国防部就没有秘密可言了。这倒是一个好办法，但是现在这些破译好的电文还有很多重要的情报，为了保密起见，都是靠专人专机送往前线的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战争一旦打起来，局势上会瞬息万变，就不会等人再去送命令了。我会改变他们的传令方式，让命令第一时间到达前线。好，洗一洗啊，休息一下。目前，共军华中野战军在这个位置，中原野战军在这个位置，已经对徐州造成了攻势。徐州危险啊！杜聿明将军本来在我这儿干得好好的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调他去东北去救火，那我这怎么办？军中无大将，这仗怎么打？目前你的部队的位置，杜将军走了，这北进谁能做主？前线的部队谁能由来指挥？我已经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前进，原地待命，原计划暂缓执行。连续21天，部队保持原来的状态没动。是。你呀，太被动了。部队现在处在的是个挨打的位置。杜将军已经被任命为晋热辽边区的总司令，不再回徐州了。我打算推荐宋希濂接替他，否则守徐州这么大的责任，我一个人那是担当不起的呀，总长。何应钦部长已经向总统提了，调白崇禧来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。徐蚌地区这场大会战关系到党国之命运，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。他白崇禧就有3头6臂，他来了就能行。您还是把杜将军调回来吧，啊？要么把宋希濂调来也行。白崇禧是寡妇改嫁，连老头子他都敢对抗理论，我跟他之间，你说，调白崇禧是总统的意思，你呀，好自为之吧。师傅，还要多久才能到徐州啊？小姐，这车可开不开？这到处都在调动军队。这仗可别打起来了。唉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还往前线跑，多危险啊！这俗话不是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吗？哪管得了硝烟战火呀？米兰妮匆匆去了徐州找梁统，罗浩斌的假公子看来起了作用。曾光熙用一张大网罩住了梁统，他只要稍稍露出马脚，自己就可以动手了。现在曾光熙很期待早点见到何应钦，没有何应钦的支持，自己是动不了梁统的。报告，进来。什么事儿？局座，梁将军和米兰妮小姐住进了徐州的花园饭店。梁将军家有个女人去找梁将军了。是秀姑？对，就是秀姑，周应奎老将军的女儿，据说正准备和梁同将军结婚。结婚？嗯，真的？消息是千真万确。哎，那这下乱了。你叫咱们的人帮秀姑找到梁统。是，我马上去安排。看来我得给周将军打个电话报报喜讯。哎，米兰妮离开南京之前，我们对美国大使馆电台的监控有什么收获？
米兰妮小姐的工作就在美国大使馆内，您也知道，美国大使馆的电台工作一向就是频繁，发往世界各地，基本都是一些公文类的，没发现什么问题。尽量破译，最好能找到突破口。是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小姐，这地儿咱能进吗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问问。哎，长官，长官你好。小姐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梁同将军在里面吗？梁同将军好像还没有来呢。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请问小姐，您是梁将军的什么人？未婚妻。啊，那好，您稍等，我打电话给您问问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喂，让他上来。谁呀？秀姑来了，我让他上来。童子哥啊！童子哥！童子哥！秀姑，你们还没吃东西呢吧？我给你带了那个是泡菜，我自己泡的，还有腐乳，你最爱吃的腐乳，我也带了2罐啊，还有回锅肉，这些你都热一热就可以吃了啊。秀姑，你别忙活了。我跟米兰妮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我们2个人已经结婚了，在上海办的事情，事情很急，没来得及通知家里。
小波，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请坐。现在开会。下面由战略司司长梁彤为大家分析当前的局势。是。现在的局势非常的严重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东北已经失守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做的，就是请党国所有的精锐和共产党决战于长江以北、淮河以南，以绝对的优势击败粟裕和刘伯承之部。之后，和共军决战于华北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阻击共军于东北。关于长江防线，确实是最佳的防线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弃江北于不顾。古话是守江必守淮，如果江北失守，长江防线就会形同虚设。如果淮河失守了，我们的首府南京也会落入共产党人之手。那个时候，中国有可能出现南北朝，谁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。徐蚌会战计划已经得到了总统和何应钦部长的批准，各位遵守执行。散会。怎么样，感觉不错吧，梁司长？咱们兄弟总算有一个出头了。自从陈总长去了台湾，咱们兄弟就不如以前了，上头连个帮咱们说话的都没有。以后可就全靠你了。你都当上了兵团副司令，你还不满意？我就不能当司令了？你看看那几块料，我比谁差？你说句公道话。以军事才能啊，你能当国防部长？哎呀，我们这18军编到第12兵团，算是倒了霉了。王伟老先生都多久没打过仗？你就是个教书先生啊！我真怕我晚节不保，进退两难呐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连这点意思都没看出来？这是桂系跟总统在搞平衡，你还不赶快躲？你自己做不了主，主将又不行，想当替死鬼啊？看什么看？我是真没看出来，真笨。走了。兄弟，恐怕是不行了。
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，这是啊！走了。子杰。 老太太是还是不行了？你去休息，歇会儿。老太太刚刚现世。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去吧。好，我来看看孩子。王家长来了，您好。石杨女士，来，给孩子的。啊，谢谢。小武将军看见你来，一定很高兴。爸爸，我去接电话。啊，不，我去，你陪庞将军聊聊。 王将军，您快请坐。好嘞。张妈，倒杯茶。石阳，孟祥非常想念你们，他不能没有你和孩子。孟祥盼着和你们母子团聚，我可以安排把你和孩子送到一个地方，孟祥来接你们。 南京呢，我们也住不习惯，我们还是回老家去，也用不着牵挂。我们会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帖帖的，你不用操心。就当我们不在了，我也当没你这个儿子。 我想回趟老家。大战在即，你想走了？我想我爸了。他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就当我这儿子没了。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，他那是让我放下包袱上战场。现在我要再不回去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你就回家看看。 父母的年纪都大了，别让自己后悔。我明天就走。梁统真的不希望胡子胥去指挥第12兵团。12兵团的骨干18军是胡子胥曾经带领过的常胜军，战斗力非常强悍。12兵团没有胡子胥的指挥，战斗力会差一大块。你们俩回去吧，战事繁忙，我耽误不起。这场面让我触景生情啊！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行了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你要回老家？决战在即，现在可不是时候啊！我必须回去。二位，吴梦祥走了，说实话是我放的，但是你们俩也帮了些忙。你们不需要承认。我想说的是，吴梦祥已经把我们的兄弟情分全部透支完了。
如果有人再敢做对党国不敬的事，我不会留任何情面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兄弟情分了。我今天在这儿，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。你节哀吧。就凭你对杨老师做的那些事情，咱们怎么做兄弟啊？曾光熙强烈地感觉到梁同是比武梦祥更加可怕的间谍。他突然很肯定地觉得，米兰妮去徐州并不是被罗浩斌的供词吓着，而是另有目的。而胡子奇这员猛将突然脱离战场，更是让他意外。曾光熙开始担心起徐州战事会有不正常的事情发生。司徒雷登先生，我不打扰你请进，不打扰你。请进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丈夫梁同。你好，司徒雷登大使。恭喜恭喜，新婚大喜！谢谢，您的中文说得真好。我是燕京大学的教授，不能不会说中文。梁同将军，我早就听说了你，Hurley先生说起了你，知道你和米兰妮小姐结婚的消息，我很开心。司徒雷登大使一直在跟我说，他很遗憾没有成为我们婚礼的证婚人。我们的结婚太仓促了，没有请到您，是我们的遗憾。那都不重要，幸福最重要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一会儿共进早餐，我在餐厅等你们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再见。这里很安全，不用再演戏了。按你的要求，我给你准备了徐州地区的。柳飞云提出了一个守江必守淮的方针，改主动进攻为以守待攻。如果他不是桂系的，我真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。他的方案与我的方案简直是不谋而合。他自恃解放军是不敢贸然进攻徐州的。如果进攻，也是必死无疑。他的这个方案呢，得到了何应钦还有蒋介石大力赞赏。你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记住我说的话，然后向老冯进行汇报。好。现在双方力量的对比，我军是弱于国军的，取胜的关键是将徐州国民党的50万军队一口一口的吃掉。那么第一口吃掉的是将放下海州向徐州靠拢的黄伯韬的第7兵团的10万人马，集中力量，一定要把这块肥肉吃掉。一口一口喂食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。现在关键的是，黄伯韬的兵团撤退的速度会非常的快。那么我们派一支野战部队从北部堵住黄伯韬的退路，与东部追击黄伯韬的野战军一起把黄伯韬团团围住，继而歼止。李弥、邱清泉两兵团20万军队应该会救援。不光是他们，还有黄维的第12兵团也会全力的救援，还有蚌埠的李延年第6兵团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。关键的一个点是宿县，徐州和蚌埠之间重要的战略城镇。那么攻下宿县，就关闭了歼敌的大门。宿县呢，不仅能够控制190余里京浦路的徐蚌段，而且将正由蚌埠北犯的李延年和刘汝明2个兵团与徐州的各个兵团割裂开来，从而达到初步围住徐州的目的。这是徐州会战的胜负手。关门打狗，把李弥、邱清泉两兵团20万军队包饺子。
关键是黄维的第12兵团实在是太能打了，能不能够困住他们，或者说拖住他们，都是胜利的关键。这可是一场大仗啊！这一仗呢，关系到全国的战局，可以说决定了中国的命运。如果说傅作义的华北剿总，还有白崇禧的华中剿总也参战的话，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。如果说我们的东北野战军能够迅速的南下，牵制住傅作义，对我们来讲，战局会非常有利。我估计，白崇禧不会立即参战的，他会进行力量的评估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参战。西柏坡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，但是我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蒋总统已向麦克阿瑟将军请求，美国空军全面出战徐蚌会战。那美国人是什么态度？暂时还没有态度。美国政府对蒋总统比较失望，他们想放弃蒋介石，从而去支持桂系的李宗仁。但如果美国得知中国落入共产党的手里，相信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我们只能够抱希望，在徐蚌会战的时候，不会出现美国空军的身影。我会尽快和老方取得联系，汇报你的方案。对了，上次的意电已经到了老方手里了。破译的密码顺利吗？这个情况还不知道。报告，刘志总司令来电。怎么不是专人送来的命令啊？事关紧急，用来电报。说吧，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命令等待44军会合，一起撤退。44军就是一个拖后腿的累赘，他们自己没长腿啊，让我们等，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来啊？等就等吧，还怕共军把我们吃了不成？告诉44军，2天过期不候。是。通知部队，好好休整一下。难得有时间休息休息。是。报告，44军已经在赶赴西安镇会合。黄伯韬司令说，就等2天。知道了，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报告。是。这个44军老弱病残的，要不是你让他跟着黄伯韬走，估计啊已经是共军的小菜了。黄伯韬用兵素来是以快取胜的，能够等44军2天，已经给我们战略司天大的面子。现在的44军要迅速的向主力靠拢，避免共军分割包围。好，那你先忙着，我回去了。梁同费尽周折，就是按照西柏坡的指示，为华野部队拖住黄伯韬的第7兵团2天。就是这2天的等待，黄伯韬的第7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围住，成为了第1个被歼灭的目标。报告，第7兵团被围困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，黄伯韬将军来电，要求向徐州市区撤退，请求支援。报告，总统来电。念。总统命令邱清泉兵团和林密兵团从徐州向东，分别沿陇海铁路南北侧推进，前往解围，掩护黄伯韬兵团向徐州靠拢。马上把命令送给刘志。是。等一下，送过去恐怕来不及了，争分夺秒。范连茂，快！是。你说这个黄伯韬2天了，浮桥都没有搭，是不是在山东战场胜仗打多了啊？头脑有些发热。杨总，我觉得现在事态不容乐观呀。郭老总，徐蚌决战的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，我建议调动我们所有的力量和共军决一死战。您看，我之前所做的与共军决战的方案，是利用共军畏惧我分兵东北，不得不与我决战的设想。可是现在呢，共军的架势分明是在主动的寻找机会跟我们决战。没错。
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凭他们目前的实力，是不是胃口有点太大了？他就不怕撑破了他的肚子？胡老总，您的疑惑我也是有的。共军作战一直都是几个战场相互策应，从整个战略的态势上来看，倒像是策应共军东北战后的休整。也许共军在东北的伤亡非常大，需要这个时间来恢复元气。但是这些，我觉得都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重要的是利用共军求战的心理，我们迅速的调集部队，在军力上压倒敌人。我80万军队，撑也要把共军给撑死。我马上向总统汇报，请总统说通傅作义和白崇禧。老爹找军你就追鬼，这什么地方让你撒野啊？把他抓起来！你就是枪毙老子，老子要教训他。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连爹妈都不说，你个没有规矩的东西！辉叔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。顾老总，这是我的家事。你少给老子求情！你求情，老子也教训你！你快点拖走，不许在这进国防部的大门！杨总，杨总，你爸爸教训了你，老子教训你，你干不干？顾老总，您不要怪奎叔，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理亏。不要说了，我有所耳闻，你是替蒋经国背了黑锅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情况没有？这是刚刚接获的电文。太好了，这一下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。密码破解后，我们这里就和国民政府的国防部连在了一起。好，我马上把这份电文送过去，你随时注意他们的情况。是。梁同与老方商量的以旧电报破密码的方法，终于在此时发生了作用。部长，我痔疮还没割，你们那可不可以让我好好做个手术啊？有件事儿，只能和你一个人说。你下去，走。你说吧，这什么事情非得跟我说呀？部长，我们身边还有共产党的人。是梁同。有证据吗？抓了一个他原来的联络人，用了刑，但到现在还没开口。看来我们身边好像到处都是共产党。梁同任国防部战略司司长，总统已经批准了。刘飞云任参谋次长，战略司司长不再兼任了。是啊，我也批了。总统与顾祝同都很信任他。没有证据这不行啊。可以肯定，梁同一定是共产党。这话还真不能乱说，否则美国人会怎么看我们？舆论又会怎么看我们？军心还有吗？哎，这是总统的考虑吗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考虑。就是说，即使我们有证据，也不能明着抓人。但是我们可以暗中解决掉。曾光熙得到了暗杀的许可，实际上证据也就无关紧要。
只要是对付共产党需要，就可以放手干。曾光熙觉得眼前的路一下子宽阔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慢一点，慢点。二娃，东西摆整齐了。有的。对，这个箱子里东西怕磕，轻一点，好吧？好。慢点。小同志他忙，他要是有时间，一定会回来送你的。我就没这样的儿子，别再提他的名字。曾光熙给你打电话，不就为看我们笑话吗？秀姑从徐州回来就没说过一句话，都成哑巴了，身体会憋出病来的。小童的造孽呀！我这次来接你们回重庆，也是想着秀姑回到家乡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，放心吧，啊！可我这老脸，我怎么面对你们？这说好了的事，这一次又一次。算了算了。奎叔，叔叔好。师阳来了。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来跑一趟。我们是想让你来劝劝秀姑，事情你都是知道的。哦。秀姑她人呢？啊，施小姐，她在阳台上收衣服，你去吧。哦。小石头、小篮子，你们进屋一下好吗？奶奶叫你们呢。我跟阿姨聊会儿天，好吗？奶奶，我饿了。奶奶，我也饿。秀姑，你要回重庆了，我来看看你。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。我们不是朋友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我不应该当他们的证婚人，我应该阻止他们的婚礼。我伤了你的心。从我怀孕到生儿子，你一直在照顾我，就像对亲妹妹一样。在我最孤独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你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陪我唱戏、解闷儿。秀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秀姑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打我，你骂我吧，打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了。秀姑，我就是等着你来，想见你最后一面，我就是等着你来。我早应该来，可是我就是怕见到你。唱起来了，应该还可以。中间缺少足
四小姐，谈得咋样哦？